天坑里的野人老巢，你见过吗？巨源天坑曾吞噬无数生命，这里是云南临沧与缅北交界的大山之中，一处无底深渊，从未有人涉足。坑口盛开着彼岸花，预示着此处并不简单。当我们神降几百米抵达内部洞道，竟发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为痕迹。巨大的头骨化石，难道真是史前巨源存在的证据？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开始今天的探秘之旅。我们现在的位置呢，位于中缅交界。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巨源天坑呢，就在我前面的这条小道的尽头。今天我们是一行3人呢，有户外小蚱蜢和火妹儿，我们一起。可以看到这里来的人非常少，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林子里面披荆斩棘的向前出发。而且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非常多的彼岸花。这是正儿八经的彼岸花，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彼岸花有一种特殊的寓意，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都说巨源天坑就是一个黄泉坑，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这里也发现了一些。因为咱们在这里就需要徒手下海。据当地老乡所说，这个下面曾经是滚了几头流下去。最后没有爬上来。巨源天坑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坑的直径呢非常巨大，差不多有80来米。这个天坑古往今来了，都说它是一个无底洞。曾经有村民在这个周边牧羊放牛，下面有巨源上来，把他的牛和羊拉到了这个深坑里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就投石问路，下面有人吗？没有啊，因为这个周边没有布绳索。我们投石问路，好。足足的7秒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石头落地的时间来测算一下这个巨源天坑的深度啊。在这里我就不列公式了，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今天的开线先锋是户外小蚱蜢。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行安全下降。安全的抵达了第2平台，这时候小蚱蜢还在继续开线。从它的后面呢，就是一个垂直的大悬空下去，非常的深邃哈。小蚱蜢在这里找了一根非常巨大的树作为自然锚点，我们准备从这个侧面对这个天坑进行包抄。这个巨源有可能就是像我这样吊起，从那个树上一蹦一蹦就蹦上来了。对啊，它还没有安全绳的辅助。对，它一定会荡，对不对？对，然后就抓我这根就蹦上去抓牛。巨源天坑果然名不虚传呢，兄弟们。这火妹也过来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垂直下降的这个点，这里下去还有100多米，能够看到坑底呢哈。在我手指这个方向有一个巨大的洞口。这个下面呢是一个河滩，现在小蚱蜢还在继续开线。现在我们挂到了安全保护绳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坑底呢有接近2亩地这样大的一个面积。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次经历70米的绳降，就可以抵达。这个天坑呢，它的总深度差不多是210米左右。现在我们要从这里进行安全下降。巨源天坑的底部，继续开干吧，兄弟们！下降啊，我已成功抵达这个巨源天坑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坑呢，它是非常的干净，下面一点生活垃圾都没有。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啊，还是非常的爱护环境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坑底呢植被非常茂盛，差不多有1-2亩地。然后这边出现了几个洞口啊，原来右手边也是有一个洞口的。现在先锋小蚱蜢在前面探路，我们这时候等火妹儿下降到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向前探索了。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居然在这个巨源天坑的底部发现了水杉漆的存在，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看到这种植物，太难得了，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但这个是保护植物啊，咱们就仔细的拍一下，然后不要去动它，太难得了，太难得了。那么前面还会有什么样惊奇的发现呢？咱们继续前进。完全没破坏的天坑是多美呀！一点生活垃圾都没有，包括这些消水的河道，太美了。这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人间净土啊！这还有台阶，真的，我在这边也发现有。我原来以为这个下面从来没有人来过，想不到这下面居然有造新土的痕迹。古人是怎么下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真的是不得而知。这边又发现了一种特别少见的植物，这应该是一种兰科的植物。每次看到这种植物呢，我都会仔细的拍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从来没有问世的新物种。这个我还不太认识啊，看着像一种特别名贵的兰草。这里也有，非常少见。现在我们进洞看一下，这里居然发现了硝坑，能想象吗？这里面曾经有人熬硝，这样一眼望过去，洞道深不可测，非常的幽深。洞道上面呢有这个白色的真菌附着，看起来像星辰大海。这边出现了一个沉积土堆积的区域，但是从这个地上龟裂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很多年前，差不多20-30年前发生过的洪水。我们行走的这片区域呢，是一个岩石坍塌区，这个洞道还在发育当中。这里出现了天生桥，看这个山体是典型的一个石灰岩的构造，这个上面有长期水溶形成的这种千奇百怪的洞穴奇景。你们说我们穿越这个洞道会不会遇到一座地下古城呢？有雪珠啊！这里已经看不到洞口的光了，这里形成了干湿分离，你看，很明显哈，很明显的一条分界线。这个上面钟乳石旗，好漂亮啊！前面有光，有野人！也有可能是猴子的，这个不能确定啊。有可能当时这个偷他们这个牛啊、羊子啊，就是这个洞里的。我们刚刚啊，在这里发现了非常奇特的一个动物头骨，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史前巨猿吗？会不会说老乡所说的偷他们牛啊、羊的那个东西？有可能啊，我轻轻的拿一下，真的像猿人哈，就像老乡他说会上去抓牛抓羊的，有可能就是这种生物，看起来有点像猴子，但是大家看这个比例，这比猴子要大的太多了，基本上2-3倍大。我们决定继续向洞道深处进行探索，看看还会有哪些惊奇的发现。洞顶这些石头上面有这个血红色的痕迹，哇，什么样的史前美景！回声传的不是很远，所以
这条通道到了这里就是尽头了，下不去。红点齿蝉，这个是有毒的哈，它是一种咱们吃不得，吃了要把你闹倒。这个是闹人的，主要它是一种保护动物。我们看过很多的那个红点齿蝉的幼体，但是成体还是非常少见的哈。不要动它，看一下，它那个肚子的两边有那种红色的点点，所以红点齿蝉就是这么得来的。咱们继续探索，马上出了这个洞呢，就可以进那边那个洞了。天坑的结构啊，跟我们以往探索的那个神潭湾的阴阳二门很相似。那么这边有消水的了，就是阴门。在这里，咱们发现了有这个冒着绿光的苔藓，它真的是亮晶晶的。小大猛，你快来！咱们在这里发现了朱砂，朱砂，朱砂，啥？朱砂，朱砂！快看！我靠！存在自然界的朱砂，而且还是它这属于矿石，现在是啊，看一下这里面多不多？这个里面好像并不多诶，在这个乱石区里面，这里面在这里发现了骨头，已经石化了。骨头？对，这是牛的骨头还是马的骨头？什么的骨头？应该是牛骨还是马骨头？哇！来看，看我们前面那个方向，有点可怕嘞，就像一个人盯着我们在。咱们在这里发现了梯田，这个边石吧，好清澈的水啊。然后那个前面，这时候大家能看到了吗？刚刚相机一直照不到，就像一个人望着我们一样。那个阴影当中啊，能看到吗？在那个方向哈，注意看哈，看到没？像很大一个人，戴着一个大帽子，还有眼睛盯着我们一样。大家看，这个瑶池仙境，漂亮吧？这是大自然造化神奇。如此美景，大家也只能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现在继续向前探索。我一直想往这个方向去，因为我总感觉他在盯着我，就像个人。这个轮廓这，这钻石，好美的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样踩这个会破坏里面景色。加上我们脚底呢是专业的登山鞋，也是很柔软的一种材质。这种钙化物非常的坚硬，它是不会被我们轻轻一踩就破坏掉的。看一下，几十个水田呐，全是这样的梯田。哇，天哪！这真的是犬牙交错的这种石钟乳，它为什么都是一个方向往外斜着的呢？就像海带一样，这也太神奇了吧！这我第一次见哈。不过我第一次见的话，你们相信你们也没见过。我们爬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照个照片给我，照个照片。咱们在这儿还发现了有这个嵌在钟乳石里面完全被钙化了的骨头，这有一根，这里有血珠，你看到吗？这个上面还是这个太难得了，兄弟们，这真的是，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哦，好漂亮哦！湛蓝湛蓝的，里面连红点齿蝉的幼体都没看到。这里过不去，看这里能不能爬到这个上面的大洞腔里面去。我们从这里徒手上去试一下。好，你
没事，你一直爬，一直爬，爬上去为止。可以了，这个不高啊。哇，拿一个起来给大家比划一下最圆的。这个是个圆。好多血珠。放在那里，不要动它。这个里面任何人为遗迹都没有。来到了这个叠潭的上游。好深邃的洞厅啊！这个大厅里面呢，就是血珠非常的多，而且空间特别巨大。听这个声音传很远。这边的叠潭已经干涸了，没有通道，随着水流向上游前进。这个石头上面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看的花纹，我们称它为云形纹。这里过来呢，这里就完全要涉水了，可以看到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啊，但是非常的清澈。水非常的冰冷，漂亮！看到了小帐篷，有个什么？我操，这他妈这个身子好大呀！哇，那是什么？哇，哎，这个石灵芝，这太美了吧！我靠，看，我靠，这个石灵芝，我操，那么大！哇塞，这带不出去啊！带不去，带不去。这要能带出去的话，太美了。轻轻的放在那里嘛。看一下这个地下河究竟是通向哪里？结束了，朋友们，这里变成了伏流。哇，下面有红莲池潭。咱们走到这里呢，就是一个出水洞，旁边没有可以继续深入的洞道了。所有的洞道呢，全部都沉到了水下，所以说无法前进半步了。在第二个洞道里面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洞道里面，发现了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洞穴奇美的景色。那这时候我们决定原路返回。现在是晚上6点，我们已经来到了下降点。哇塞，还有200多米的绳子要爬呀，兄弟们！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摄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这里有棺材板，有棺材板，这里好多哦，真的有石碑啊！悬崖峭壁惊现千年古刹，不足1米宽的甬道内部暗藏玄机，被掏空的山体石室仿佛神作之笔。跟随我的镜头，锁匠实拍这处震撼世界的工程奇迹。在这个上面发现了有很多文字记载。通过无人机呢，我们发现这个下面的石室相当的神秘啊，高度却是让人望而却步。准备开始安全下降。在这里发现了一株千年崖柏。连续下降了30来米，然后我们现在在悬崖中间，我们还在继续开线。找到石室了吗？就在我的下方。这边真的发现了棺材板，有5块板子哈，一间石室，非常的干燥哈。对，里面好多骨头。我们捏一下哈，一碰就成面了。鹰爪、金雕、鹰爪。旁边还有几个石室，我们分别去查看一下还有怎样的遗迹。走，这里有一间石室，然后在这边，这里
有2间石室哈。然后在我面前呢，这样外面是一个围墙，这个在无人机里面都很难发现。我们进去看一下，采用了阳克，汤廷榜山龟啊，这个字是不是读龟？发现了识别的虫，很大一个的识别虫。识别？对，我去，走，过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果子，你们认识吗？我也算是认识植物无数，但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它并不是那个凉粉果哈，看着很像。这是它的大门哈，大门下面依然是悬崖绝壁，这来不了人的哈。然后进来之后呢，这里做的有一个玄关啊，有个玄关的设计，上面有这样一些楔孔，这个应该是做的储物架。然后这边呢是它的窗台呀，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面有熏黑的痕迹，应该曾经是居住过很多人的哈。这边还发现了有一个牌位，这个牌位已经断裂了。然后这边发现什么？罐子，这个你看这个上面有字，是写的什么？川字还是川服？哦，真的有识别啊！不过它不有可能会复活。我去，真的是识别。咱们看一下，在这个白骨的旁边，咱们发现了有这个识别虫。我去，这家伙！再看这个走道上方，它是用这个黄浆石做的这个石板呢，把上面刻起来了，肯定应该是一个裂缝啊。建造这个寨子的人呢，他是直接在这个裂缝里面把两边修整了一下，修得非常标准了之后啊，然后把上面呢直接铲平了之后，用这个石板啊给它盖住了，做的这样一条通道。这里有一个观察孔，观察孔这两边呢分别有导水槽，导水槽是通向了外面，呈15度这样往外面延伸。我们从这里看下去，下面是悬崖绝壁，继续前进。这里应该有一道石门，看到没有？这是门柱孔，这是单开的石门，单开的石门里面做了一个木质的杠栓。哇，这里正面石墙很高，它的高度差不多是7、8米，然后石墙上方呢开凿的有10孔。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有巨大的引水槽，哦，这引水槽从这里引进去了，引进去了之后，这边应该是有个水缸啊，看一下。哦，对，就在这里哦，那个水是从这里引过来了，然后这里做的有水缸，这里应该是一个用于生火做饭的一个地方哦。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烟道，哦，这里有烟道，对，哇，这烟道直接通向了外面。太精密了，这构造也太精密了吧！这边就是水缸，这边就是灶台，特别的方便了，方方面面整得挺周到啊！看这个水直接是从外面引过来的，外面的雨水一点都不会浪费。咱们继续前进。嚯，好大一间石室啊！这里共分为3层，下面是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窗户。第2层呢是做了有个阁楼，也有非常密的这个开孔。第2层就从这里铺板子一直铺过去，然后在2层高度并不是很高，差不多是2米。2米之后呢，也开的有一个实窗。再就是3层是一个落地窗，非常的高级。这个地下室的窗户都非常的有讲究啊，它因为这个石壁实在太厚了，厚度可能达到3米，所以呢，这里开了一个窗，然后把外面也疏通了，这样好方便采光啊。哦，这里是个啥玩意儿？没看清楚吧？我要玩一下，这个很好玩啊。这种可以拍上来，这像小孩子玩的那个滑滑梯啊。有一个细节非常的恐怖啊，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石砖垒起来的，因为这中间的石缝呢有3合土填起来了。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手指的这里，与这边完全是2种概念，右边是一体成型的，就说明这边就是山体。比如在山体中间开凿这个高度达到了10几米的这样一个空间，
当初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这里啊，从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过去，这里就是分界线。上面呢是用这个黄浆石的石砖码砌起来做的围墙，下面呢就是直接在山体上面开凿的。刚才那个窗户我们也看到了，它那里的厚度差不多是3-4米通出去，做了一个自然采光的窗户。他们在这个上面发现了有很多文字记载，我们也到这个位置去看一下。看这边，看这上面的文字啊。哇，打个光好清秀。这文字在第3层哦。哇，看这些石砖上面刻的有许多的文字，但这过不去啊。这里跨度差不多是个3-4米，过不去也爬不上去啊。但是这里可以看出，那字体是写的非常的工整的。由于我是近视眼啊，大家将就看了，这我看不清楚，看到没有？这一整面石壁全部都是文字。这个可以给他们文保局打电话，让他们。哦，去，太漂亮了，这个。他们估计都不晓得这个地方有这么长。由于时间关系，这间石室呢，就是我们探索的最后一间石室啊，在里面发现了这个复式建筑的风格，确实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决定原路返回。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湘鄂交界处发现超深竖井，什么？这是丢下无数生灵的杂瓯坛子。我个朝代都选人下去的，我听他们闹有么个说的嘞？他们当时丢是丢的活人下去的，还是啥子在丢的？你啥子丢下去的？据五峰南河村民介绍，这是封建时期的刑场，坑底尸骨成山，没人敢靠近此处。当我们放绳下降300米时，依然没有落脚之地。黑暗深渊究竟通向哪里呢？这边是来了好多村民了，因为他们也很好奇，这下面究竟丢了多少人下去。在当地村民的陪同下，已经来到了这个杂瓯坛子的坑口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底黑洞。刚刚向阳用石头测试了一下，这个深度我们预估超过了400米。这时候呢，我们准备工具开线布绳。我的个天！我们不告他回客。现在向阳已经开了100多米，我们准备开始给他送绳子。黄金呐，没想到都要分钱的。好，等会儿把叶帆准备起，我们起来分宝贝啊。这个杂瓯坛子是一个垂直向下的黑洞，这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开干了，这里下去是一个垂直的大悬空。据说在古往今来呢，有很多的人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一直丢下去，然后这个下面极有可能是一个尸骨成堆的地方。不见其人，只闻其声。我们从那个位置降下来，这时候追上了开线先锋向阳，然后我们丢个石头，1、2、3。哎，声音从后面传出来了，我们下面是空的。对，刚刚声音这边也传了一声过来了。丢个小的。哇！我挡不住了，往前扔一点。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应该是被一个大石头给塞住了，然后是一个巨大的裂缝，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从这边大洞口开始下降，因为这边下不去。继续向下开线，我们要从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洞口先下去。哇塞！
他在这个平台这里留了250米的绳索，然后我带了150米的绳索继续向先锋靠近。先锋150米的已经用完了，然后我们继续下降。这个平台极有可能是当初落人的那个平台，但是因为太过陡峭，可能那个剩下的骨头全部都坠入了这个深渊。越来越窄，继续下降。这是200米的哈，200米的已经全部完结。现在，小杨，你在哪里？我在这里。看一下，直捅下去，继续下降。这下面又是个黑洞啊！这2个黑洞啊！你往下照一下，我看嘞。你看，哇！难以保持平衡呐、我的个妈耶！还深得很哦，深得很哦。刚刚我们用这个树根下去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下面啊应该是连通的，因为声音是从2个气孔穿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决定先走右边了，因为大家知道老规矩，先走右边。我们这时候把这150米的绳索继续传递给向阳。实际上我们这还是挺辛苦的哈，留着全身上上下下多少装备啊！你看这下面就是个无底洞，不知道有多深，看不到了。那是阿志的灯光，他现在距离我差不多在180米的垂直高度。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开线，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底部平台，没有看到这个骨头的痕迹，要继续向下开线，这是呈螺旋下降的一个水溶型竖井。这里250米的绳索已经完结，现在向阳还在开线，这又是一个黑洞啊！继续上第300米的绳子，这里看不到阿志了。看这个水流滴下来的位置，这边发现了一个水冲石的石英岩，这个可不是滨州石啊，里面有类似积血石的痕迹。然后这里下去依然是没有平台。如果是当初先的人下来的话，这里是完全兜不住的，所以我们只能到这个竖井的最深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平台，那种地方才能够看到他们的遗骸，看到一些历史的踪迹。我们只能继续下降。经过2次排险下来的这个枯树兜子哈，已经全部摔成了碎片。这个是会分解的哈，对生态没有影响。现在能看到向阳了。这应该是它下面的第一个漏斗形的平台，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你在那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骨头什么的。我下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远古的大裂缝。有吗？哇！你拍下来看，这还是一个通天竖井啊！通天竖井。好，我们继续下降。小伟，这里有天盖。什么？头盖骨。有头盖骨。对。第一个漏斗形平台，终于是发现了有骨头，这也就印证了当地的这个传说，所言非虚啊。我们去看一下，可能我不能拍出来，但是我会以照片的形式记录。经过320米的绳降，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这个平台啊，可以看到这根大漆树钩子砸碎了，然后前面是怎样的环境呢？看一下。哇，通天大竖井，好高啊！天哪！320米的竖井底部，下面果然是发现了有一些东西啊。这里，看一下这个颜色，这边有一道裂缝，大家看清楚。现在这个太高了，给大家拍摄一下。你看到了没有？我看到了。
目前只发现一块。这里还发现了一只金蟾蟾蜍，这个我觉得要把它带出去，不然的话它在下面要饿死。哦，你个天嘞！看这边，好多呀！这就是大树井的底部，就是这种景象。再看一下天上，哦，打不了。树井的另一头哈，就是一个小裂缝，人进不去了。这里有一块哈，这边也有一块，已经完全石化了。在这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裂缝，但是人进不去。这是它的小水，这个上面也走不通了，盲洞。糟坛子天坑，肋骨。哎，妈呀，这石头下面估计多得不得了。看来传说所言非虚。哎，这里我看到了，我就是没看到狗头金。我们动不动在洞里面能发现金子，我这没看到。但这里还发现有这个被烧的板材，就是那个木板被烧过的痕迹。坑底的面积差不多有40来个平方吧。在这个320米的树井底部，我们确实是发现了一些骨头。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收好东西，我们开始原路返回了。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兄弟们。